哎 ，Jackie， 嗨，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圆山饭店？因为你知道圆山饭店里面有总统的逃生密道吗？是哦，对的，现在圆山饭店有圆山的密道导览哦。那我们已经有线上预约了，现在要赶快去报到领票咯。那跟着我们一起走去探讨这个逃生密道，走。好。没有，自己决定了，太好了。对，哎，那报到完毕了，你也拿到了，这个很重要，一定要带在身上。然后这个是有导览哦，介绍。你看今天好多人哦，下午5点，今天的最后一场，来带着。然后这边看一下，对，现在我看我们来的时候，真的时候，因为9月以后就涨价了，现在一个人只要100，赶快来。古代的建筑师不是以木头建筑为主，木头。导览开始喽！导览员会先介绍圆山饭店的历史。圆山饭店的前身是台湾神宫，是日治时期非常重要的神社。国民政府来台后，才将它改建为圆山大饭店。就用水刻火山上，龙尾呢就是长剑。这只金龙是台湾神宫的时候就有了。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。龙尾穴的血液，所以我们在建那个，我们的电梯我们尽量做没关系。那个电梯终于来到重头戏了，要下去地下室看密道喽。那大家大起了圆山密道，大家都把它弄了一个神秘的面纱。有人都会传说它通到哪里？有没有人听说通到哪里？总统府。总统府有人这样讲没错。还有呢？衡山指挥部也有人这样说，没有错。还有啦，淡水河的也有。淡水。淡水。要出去。淡水的。实际上呢，如果说这么远的话，那坐捷运比较快。对。真的这样子太远了，太累了。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紧急避难通道，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，为了保护这些政要国家元首。在盖我们新大楼，刚才讲的这个1970年，民国62年完工的时候盖的时候呢，特别在东西两侧各盖了2条秘密通道。那东侧呢比较短，67公尺而已，但是它比较弯曲，比较不好走，不开放，为了大家安全，我们反而开放这西边这边，更长85公尺，74个阶梯。然后它为了照明更好。它的防爆灯有52盏，所以是很亮的，你们放心去走，不像一般人走密道很暗，很亮。那它的出口呢？东边的出口不远啊，就在我们联谊厅。我们在进来圆山饭店，往下有一个斜坡，联谊厅旁边的游泳池板旁边。那西边的呢，就是在中山北路的健谈公园里面。你们有机会可以去找看看，在哪里出去？那边可以走进来吗？不是，我们这些都是管制的，都是管制，不能进出的。所以等一下我们走那个西边通道的时候呢，西边通道的高度是220公分，宽度200公分而已，不宽。然后你们再看一入口来看，上面怎么那个屋顶上面是尖锥形的，不规则型的。实际上那个东西叫做消音锥，是白杨灰。它可以吸音，为什么要做到这个功能？是万一有人来追兵来追你的时候，我们在里面讲话，人家是听不到声音，不能听音辨位，追不到你。还有就是你进密道范围怎么不做直一点，比较好逃跑？它是弯弯曲曲的，也是因为要防追兵，万一有人拿枪要打你，子弹是不会转弯嘛，所以它设计弯弯曲是这样子的用意。还有大家很有兴趣，尤其小朋友听说有溜滑梯，对不对？入口处有一个20公尺往下的溜滑梯，有没有人想溜的？有，我就知道，我会特别注意，不能溜，太危险了，太危险了。那个是不能随便溜，那就算是有状况要溜，那些政要就算老蒋要溜，也不是他溜，是随扈抱着他溜的，环抱着他溜下去之外，20公尺的终点站。它离地面还有大概这么高50公分的落差，你如果没有人这样子抱，摔下去更惨。不用跑了，直接抬走了。
所以说那个溜滑梯确定很危险，不准溜。而且当时溜下去还好有另外一个随扈啊，当肉垫蹲着给他踩，背了往外跑。哦，但是这个密道很多人问说有没有用过？有没有用过？没有，62年盖完，老蒋64年就走了，盖完2年，老蒋总统就走了，所以这个密道就没有再使用过。啊，只是后期慢慢才开放给一些政要特权人才有，那这1、2年才开放给大家来观赏。哦，这个密道，它的出口就是在中山北路健谈公园边。好，有机会的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下去有几点要希望大家一定要配合。好，那你们就跟着这位张小姐往下走，原路去原路回，回来的时候我在上面跟你们再把这些照片帮大家说一些，照片上的一些故事给大家听。好，我们往下走，小心哦，慢慢走哦。不能跌。把那个上面那个尖尖的造型就叫做消音锥。消音锥，消音。旁边的灯叫防爆灯，很有状况，爆裂都不会喷射伤的。叫防爆灯。对，小心。下去真的有点难热，如果是这个身体，真的下去看看。对，好刺激啊，在太极。这个不能很高哎，不能溜。哎，就这样。看我。开心。耶，不能溜，下来了。这个可以通到剑潭山啊，好特别啊！对，这个走在前面有好处。前面，他说这个什么防消音哦，外面敌人听不到，然后那个弯弯曲曲就是没有回音啊。对，哦，没有回音，对。这样讲话没有回音。对。然后这个敌军跑进来打不到。好。哇，好特别啊！所以滑溜梯只有一小段而已。对啊，就走那一段啊，这个都是要爬的。不是全部都溜滑梯啊。没有，就那一段。20公尺，这个怎么跑？你看，很陡哎。这个老人家要跑，老蒋总统。老蒋要跑，可能摔下去吧。对啊，这个很难跑哎。哎，到了剑潭山。对呀，这哪有办法背着走啊？对呀。随便讲讲吧。下来了，他出去走。就到这里而已。他出去，打开门就是剑潭山公园了，就到了，就出去了，这中山北路啦。好，到了，走，赶快。往回走。密道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密道。来，就是因为背着他，对，撞到。我特别，很特别，就偷偷各国元首跑出去，然后通道也蛮不错的。好，我走出来，弯来弯去，哎，很亮哎。很亮。对呀，很不错。你站上来。确定会有消音吗？好可怕哦！这好低哦，好可怕哦！这个外面没有人敢去这样子爬，这么密，完全没空气。哦，这个房子来看这里，隔音没感觉。哦，大家想说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会在这边设立这个东西？哦，这个叫做货步墙。哦，我们圆山饭店呢，当初在成立之初的房间钥匙后面挂的钥匙牌，就是这个东西。所以这号码是钥匙。哎，这个号码就是我们的房号。哦，这钥匙牌啊，当时这个东西还特别是从美国做好了，在空运回我们台湾。哦，价值不菲，一个要多少钱？在民国，在大概60几年前，2500块。很贵哦，哎，所以当时的客人哦，拿到手上都爱不释手，一定要交回来。都有的不小心就会带回家了，
后续我们为了服务大家呢，我们等一下在文创小馆也有在卖，说没有这么贵啦，小一点。我本身也买一个500块而已。为什么会跟你讲这个东西呢？当时为了这个2014年我们饭店改成 IC 卡，为了纪念它有保留价值嘛，所以就在这边做了这个400公分高的高度200多公分的宽度的货铺墙，利用总共我们的房门牌374片做了这个货铺墙。这个你们注意一下看一下这个造型不是就是一个漂亮而已。这个是什么造型的 logo？ 一个政府单位的那个 logo。对，财政部就是钱。所以我刚才忘了跟你们讲，圆山刚刚有讲3多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3个气最强的地方。第一个我刚才讲的藻井，那是贵气最强、富贵气息最强的地方。第二个就是灵气最旺的百年金龙。第3个大家最有兴趣的财气最旺的货铺墙。大家有机会结束拍一个照，带点财气回家。这个就是我们货铺墙做出来，在这边做个纪念含义在的。好，来，最后我们可以换导览完毕，可以领这个识别证、参观证，换明信片哦。心里没有拿它的话，盖这边还可以盖。谢谢，耶，哇，很漂亮，不同的，谢谢。真的，我们停了2个半。好，耶，谢谢，好，太好了，冠军珍珠奶茶到手，1杯200块的珍珠奶茶。那现在刚好买1杯，第2杯办0元，所以等于200元买2杯珍珠奶茶。你看，冠军的珍珠奶茶，一定要来喝看看，到底怎么样？好，喝看看了，摇一摇。珍珠，1杯200块的珍珠奶茶，喝看看。甜而不腻。好喝。赞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